美国股市近来剧烈的一个震荡，到底是真的应该要利多出尽，你赶快要脚底抹油溜了吗？还是这是另外一个机会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最近，如果你是股市的投资人，一定感觉到大怒神又来了。不管是美股呢，亦或是我们人在台湾，台股也是如此哦。好，那当然呢，你会说，天哪，这是天崩地裂了吗？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现在的金融市场呢？今天我们就好好带大家来聊聊，到底为什么近来的一个震荡幅度这么大？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它？涨多稍微拉回而已，还是你真的应该要小心？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的是，到底接下来的你的避险状态，还有你的一个这个心态的一个这个转换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联准会主席要换人了。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要跟大家来讲一个名词哦，相信很多人应该听过，那叫做联准会的保护伞。那在英文当中叫做 Fed Put。Put 来自于这个 option 当中选择权当中那个卖权。那 Fed Put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的名词呢？这个意思呢，就是金融市场永远都有联准会帮大家兜底，它就是在那个地方张起了一张保护网、安全网。金融市场跌到不得了的时候，比如说它来一个用力的回档20%、30%。或者是来了一个金融危机，亦或是来了一个什么样可怕的黑天鹅的时候，永远都有温暖的联准会在那个地方张开双手，轻轻的把我们抱住。好，那个意思呢，就是联准会啊，这个 Fed Put。好，那卖权呢，当然就是一个保险的意思嘛，遇到风险它会保底，那个保险的意思。那 Fed Put 大概就这个意思，联准会的保护伞。所以呢，在金融市场当中的人，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就是呢，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有联准会，他会出手相助。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联准会主席要换人了，要换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带您看一个统计数字哦，每一回联准会的主席换人，美国的 S&P 500指数都会迎来大概16%左右的一个下跌幅度。为什么？好，现在的主席是鲍尔，那鲍尔呢，我们跟他这个也你知道，你来我往一段时间，你大概知道他在他长哪里，对不对？大概知道他这个屁股往左偏，你大概知道他撅哪边，大概那意思你会有点了解他。那市场呢，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利空，而是不确定。那你都确定他屁股撅一下，你知道他要干嘛的时候，你就比较确定嘛，对吧？你熟悉感，大概知道鲍尔他的个性，他大概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哦，8、9不离10。那现在换了一个 Walsh 要来了，好，那这个华许先生呢，你都还不是很了解他，所以呢，这就叫做不确定性。于是呢，每一回的这个联准会主席的交接啊，都会有一个16%左右的一个 S&P 500指数的一个下跌，现在差不多在反映那个状况，因为我们有一点要再跟他熟悉一次嘛，那个感觉，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震荡的跌幅。那再来呢，你看到当不确定性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 Walsh 先生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不确定性马上，当然以一个投资人来讲，那我要降低我的风险，我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呢，很直接，你看到的马上就是比特币的被血洗。比特币去年啊，2025年哇，风光无限啊，对吧？去年10月份还创下了一个天价，对不对？12万美元哦。但是呢，短短3个月的时间，它跌下来40%的一个数字了，再跌不得了。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统计数字说，它如果再跌10个百分点的话，不得了了！微策略公司哦，它就是什么业务都不做，就是买比特币。也有一家上市公司这么可爱。好，那他说再跌10%，他账面上的比特币就要开始亏损。这一亏损不得了，亏损之后呢，马上是恶性循环。因为呢，我手中这么多比特币，当我是一家上市公司，我现在亏损了，那我要怎么样创造我的股东收益？我要卖掉我的比特币嘛，对吧？不能让它一直亏啊。所以呢，当他卖出来，他手中比特币很多的卖出来，马上就是人踩人，多杀多就直接又下去了，很大的卖压的。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看比特币不能再跌了，它已经跌到那个临界点，再往下跌哦，那又是一大个波段。好，这是比特币，但是比特币这一回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过去一段时间比特币想要营造它也是一个避险商品，但现在看起来它就不是的状况底下。
就有不是的做法，你不是避险商品，风险来了怎么办？卖掉你嘛，去杠杆。另外一个去杠杆，你看到美股的剧烈震荡，那美股的剧烈震荡当中呢，大摩直接警告，他说现在叫做动量的崩塌，什么意思？它就是呢，现在的热门个股。热门的一个这个板块当中，它被集体的大量的卖出来。好，那现在呢，最热门的当然是什么？AI 嘛，科技嘛，所以呢，当热门的标的被密集的大量的卖出来的时候呢，特别是一些杠杆类的 ETF， 它就会马上面临到它要再平衡的状况。所谓的杠杆类的 ETF 啊，就是它的持股它是开杠杆的，所以呢，当你股价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它为了要维持它当初卖出来它的规则，我的杠杆的倍数比例，我就必须要做调整。那个调整呢，就是卖掉他手中的股票来做动态的平衡跟调整，所以这也是一个卖压。于是你就看到了，近来有一个数字啊，这个摩根士坦利的一个叫做这个 MSCZ， 这是一个追踪美国中大型的一个这个公司股票的一个指数，它下跌的幅度有7%。这什么意思？就是多头的一个趋势开始走弱了。那我们刚谈到的所谓的热门的标的被密集的大量的卖出，热门的标的呢，你就看到，当然刚提到的 AI 嘛，谈到了这个记忆体啊 ，OpenAI 的题材啊，这些都是拥挤交易的时候，大家都挤进去要买的时候，那于是呢，当大家拥挤要出来的时候，也很挤，人踩人，所以你就看到它的跌幅又更重。那你说，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科技类股很糟糕吗？其实没有，为什么呢？就像一个好学生，他永远考100分，有一天他考99的时候，天哪，鞭子拿出来，啪啪，你是怎么了？你这么坏学生，做得这么坏，然后还不如那个每天考60分，我考个62，我成长了，我进步了。心情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近来啊，这些美国的这些科技的财报数字啊，每个这个财报都是爆炸的爆，然后呢，这个法说会都变法会哈，直接记起它。好，我们来看到，比如说像是超微 AMD 呢，它的财报数字有很差吗？其实没有的，它没有差，但是呢，就因为大家说，嘿，你不够好。于是就变成他的原罪了。他的这个财报一公布之后，马上重挫17%。另外呢，你看到了像 Google 呢，财报很差吗？没有，他还说，我要扩大我的一个这个资本支出，我要扩大投资，因为我非常看好 AI 这个赛道。好，结果呢，他要扩大投资是2025年的资本支出的2倍这么多，然后大家反倒说，嘿，不行，你花那么多钱，你赚得回来吗？它股价嘣嘣嘣也跌下去。然后你又看到这个微软公布的财报，云端的一个这个业务放缓了，这也不行，你放缓，你变慢了，no 不行，于是它又崩跌了11%。只有 Meta 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它的一个广告业务呢有稍微成长，所以呢它就涨了。所以什么意思啊？这些财报数字变成了一个大家在做一个这个验收的一个状况了。你这个还不错哦，那股价可以涨，但是呢，马上我们用最严苛的标准在看它的时候，一点点不好，一点点的有疑虑，马上被放大的不得了，然后股价马上就应声下挫。然后呢，我们刚刚又提到了应声下挫之后就是叠加的一个效果，所以股价的一个振幅就非常非常的大了哦。这就是近来你看到了美股的一个涨跌非常剧烈，特别是在跌的部分去杠杆。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对于这些 AI 股它的要求非常非常严苛所造成的一个状况。那于是乎呢，你看到了当金融市场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呢，你要放心，你要安心，你要保险，买什么？买金买银，黄金呢跟白银的价格呢就不断的飙涨，当然近来也迎来了非常剧烈的一个震荡哦。但是呢，当金属的价格不断在飙涨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跑出来了，那就是金属其实它的涨价呢会带动通膨的。你说不会吧？我们一般的这个谁家里面没事买金属啊，对吧？金属是什么呢？黄金、白银，还有一些贵重金属，铜啊、这个锡啊、铀啊这些，其实呢，它就是制造业最上游，它就是建筑业最上游，所以呢，它会影响通膨数字，影响 CPI， 但它是传导的效应。好，那你说那个传导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的，那个传导就是金属的价格每涨10%，大概2年内
它会影响 CPI 的数字，影响0.3%。你说很少，对，很少。但问题是啊，你知道黄金涨多少吗？黄金涨了150%，白银涨了多少？涨了100%多，于是呢，你换算下来，它对于通膨数字的影响是蛮可观的哟。所以呢，大家说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有点轻忽，未来可能它慢慢的传导，会让通膨数字再往上。通膨数字再往上，降息还能降吗？这不就是绕回了本来的问题了吗？现在为什么要换联准会主席啊？不就是川普希望快快降息吗？那现在如果因为这个大家要换主席，然后历经了金融市场的动荡，然后大家避险跑去买了金属，然后金属的价格又上来了，上来又影响到了通膨，通膨又回去影响到你可能降不了息，那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所以你就看到其实这个金融市场也是挺好玩的有的时候大家明明知道我的目标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你做的事情绕到最后呢，你就是没办法达到你的目标，你就是做了一大堆白工，不晓得在干什么那于是呢，你看到了黄金的一个价格不断的飙涨，还体现了另外一个现在全世界的气氛，就是对于货币制度的不信任。大家觉得货币啊，我还不如爆黄金，所以你看到过去的一些大央行现在持续都在大家买金，都在囤金，而且重点是我要把金拿回我自己的国家放着。过去呢，很多人买了金子很多央行的一个黄金储备，它是放在纽约的，放在伦敦的。但现在呢，他说买了黄金之后，我要放回我的国家，德国就是例子德国现在呢不断的买金子，那过去它的这个黄金的储备呢，它会放在法兰克福，但同时它会放在纽约，它会放在伦敦。现在呢，它增加的一个储备量的黄金直接通通带回德国，你要再让我放到纽约去，不好意思，没那回事了，我通通要放到我国家。意大利也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买了黄金之后就放到自己国家的这个放金子的地方去了放在其他的国家都不 OK， 这是呈现出来的信任感的问题好，那当然呢，讲回来，我们来看到了现在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未来你要怎么看风险意识的一个状况，那就是我们即将迎来一位新的联准会的主席。那这位联准会的主席呢，现在我们还没有那么了解他，我们只能从过去他的一个言行大概猜测他当了联准会主席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好，那我们简单来讲讲这一位这个 Walsh 先生首先他说他颠覆那个大家觉得经济很好的时候就会造成通膨的一个状况。他说不会啊，他说因为以后的一个这个有 AI 的时代，经济非常好，这个劳动力整个经济数字非常棒的时候不会造成通膨，是因为 AI 其实不会造成通膨啊，他觉得 AI 带来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增加，跟过去的这个生产力的增加，你要多找很多工人来给他加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如果是因为 AI， 我因为机器人造成的生产力的增加是不会有通膨这回事的。所以呢，其实他这样的一个理念就很好的告诉大家，经济数据非常好的时候呢，我其实还是可以降息的。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呢，就来看，但是他同时间他的一个想法对于资产负债表，好像又有一点矛盾对于降息这件事情，他是说他要在缩表的一个状况底下，然后来进行降息，因为他说呢，过去不断的 QE，所以呢，现在在整个联准会的手中呢，有非常拥有大量的一些债在手中，甚至现在他们举一个例子说，在这个美国大概有30%的这种房地产然后它的这个连结的一个债券都在联准会手中，他买了大量的债，因为当年要把钱散出去，买很多债回来。他说这些呢很不健康，不对的。他说这些都应该缩表，把它卖回去的，卖回去呢，卖回这个市场去。那其实呢，你要缩表某种程度上就是货币的紧缩，这跟降息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呢，你说这个华许先生他要在缩表的同时进行降息这件事情，他要怎么办到？很考验智慧而且还考验川普的耐心川普会容许你这样做吗？我们也是可以继续来好好瞧一瞧的但是他另外有一个他很坚持的，就是央行的这个联准会的独立性。他说这个联准会的独立性不容挑战，而且他说他希望
联准会有一点界限感，有一点边界感。他说呢，有些事情啊，该联准会管我就管货币政策。然后呢，他说有些事情啊，财政的相关的就给财政部管，不要像现在这个联准会感觉好像整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国运好像都在他手中那种感觉。他说没有，我们要有点边界感。但是就是这句话，让市场很紧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跟大家特别花一点时间解释那个 Fed Put 那个名词，联准会的一个保护伞到底还有没有？这位啊新任的联准会的主席 Walsh 先生，他说的所谓的联准会的独立，联准会要有边界感，不要管的事情就别管。那什么意思啊？如果呢有一天这个美股或者是这个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金融危机大崩盘，那你管不管？那该不会到时候你说那边界管，那我不管，那这个联准会的一个这个 Fed Put 就没这回事的话，那该如何是好？好，所以呢，当然 Walsh 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上任啊，我们不晓得他到底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目前观其言，听其言观其行，目前看起来，还存在听其言的状况。那他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风险意识，请你赶快捡起来，因为现在呢已经进入到这个 AI 有一些这个热门标的呢，它其实已经都提前反映到了未来的一些这个好消息了。那现在的一个状态就变成了风吹草动，随时都会有大规模的一个波动了。那如果你是一个开杠杆开得很大的人，波动来了，请你安全带系好。好，这是今天的一个这个节目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